2月19日星期三，今天上午我在抖音刷到拍射雕的肖战，看了花絮，虽然有威亚，但是肖战的核心力量真的好强，很多都是空中腾空翻滚，厉害，怪不得托雷说郭靖安达天天在天上飞，能看点儿花絮也可以呀，但只能脑补了，虽然有遗憾，但是全球的影迷也是很幸运，至少能在院线看到了成片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也是很不错的。刷到一张关于碧瑶的公关知识图，内容是说，有的人需要饼来吊命，有的人被视为热饼财神爷。关于碧瑶的公关常识：一，如果工作室的触角要精确到每一个夹饼，就等于所谓的合作项目保密变成了一个笑话。你碧瑶的是假的，不碧瑶的必是真的，妥妥的，对家肯定去把真的给他搅和黄喽。二，如某些粉丝所愿不停的碧瑶一次上一次热搜，烂饼、假饼都不需要自己买热搜营销了。三，养成假饼碧瑶的习惯后，如果对家不断炮制假饼，那么过于密集的碧瑶又可以衍生新的谣言。你糊了，不停吊饼，应对之法永远是那句以不变应万变，静待官宣。肖战是唯一真瓜主，不要跟着买热搜的思路走，让某人自己享受吊饼的孤独。孤独是一种美，你们容貌美就行了，不要抢人家的氛围之美。有网友表示，其实每次有饼来，是不需要太在意的，你要明白这就是一个饼而已，并不会有任何影响，你不在意也就到此为止了。不入局方可破局，以不变应万变。一，如果真有合作，那肯定会签订保密协议。几年了，每次关于帅哥的真正消息都是空降，然后很多人都非常意外，之前没有任何动静。二，所谓碧瑶就是在帮忙热饼，人家都不需要自己买热搜，就有巨量活人帮忙热饼，然后看到其中好处的人，又会抛来一个又一个饼让你热。三，碧瑶又会衍生新的谣言，一些不怀好意者故意带节奏，说掉饼了，把一个莫名其妙的饼绑定在你身上，然后故意带丧，或者又说帮你揽饼成功，一边踩饼，一边踩演员、踩女主、踩剧情等等，饼掉了，掉得好，应该的。带节奏的反而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你不应该接这种饼，因为题材不好。带丧的又说你糊了，饼一直掉，反正说辞一大堆，让你一脸懵。发生了什么？遇见饼，其实不需要有任何反应，谁会在意这些饼？肯定是精准投放给粉丝看的，粉丝会在意，让你维护饼，说饼的好话，就是宣传饼，或者让你对立饼方，各种节奏满天飞。只有漠不关心，毫不在意，才是制胜之道。不被影响，别人的目的就不会得逞。得之秉性，失之秉命。其实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自成高阁的时候，就是高高在上的，不可能自降身份。别家会去舔饼，而你家是饼来舔你，亲自送上门来。这个时候你只需要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看着，甚至都不需要理会，无视。记得肖战在杂志采访中曾经坦言，他自己也是在为肖战这个 IP 打工，清醒通透，又带着几分身不由己的无奈和疲惫。听后真是让人心酸无比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工作室为老板写的各种宣传文案当中，多次出现尽兴、开怀之类的祝福语。作为朝夕相处的工作伙伴，想必他们更了解真实的他是什么样子，以及那个为肖战大 IP 勤勤勉勉日夜奋斗的首席打工仔，在他的人生当中是多么需要来一次真正独属于自己的尽兴和开怀时刻呀！所以有生之年，真心希望他可以为自己活一次，跳出肖战大 IP 的束缚，挣脱所有人赋予他的期盼和热望，抛却所有人强加在他身上的那些能够实现以及无法实现的愿望，不那么闪耀的随性的活一次，哪怕只有一次，尽兴、开怀、无憾、洒脱。你依然是肖战，我们永远爱你，支持你。2025年对肖战而言是影视领域的关键一年，他凭借春节档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的郭靖，与待播剧《藏海传》中的藏海两大角色，展现出从经典武侠到权谋史诗的多维度突破。这两部作品不仅题材迥异，角色内核也截然不同，为肖战的演技进阶提供了广阔空间。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是经典武侠的现代诠释，角色塑造从形似到神似的全面突破。肖战饰演的郭靖是金庸笔下侠之大者的具象化代表。为贴近角色，他进行了高强度训练，包括武术、骑马、蒙古语学习，并深入研读原著与剧本，力求在外形与精神层面还原郭靖的质朴、执着与家国情怀。导演徐克强调，电影聚焦郭靖从江湖侠客到民族英雄的成长，通过改编原著第34赋40章，突出其为国为民的侠义内核。肖战在访谈中表示，他与郭靖的精神内核相似，尤其是对责任与信念的坚守，这为角色注入真实感。市场与口碑潜力，该片预售表现强劲，首日票房破亿，创春节档预售纪录。徐克对武侠美学的把控，如经典配乐世间始终你好的复用，与视觉创新，如洪七公的乞丐造型设计，也提升了观众期待。若影片能平衡情怀与创新，肖战有望凭借这一国民级角色，进一步巩固其电影市场号召力。挑战与风险，郭靖作为经典 IP 角色，难免被与过往版本对比。肖战需在观众固有印象中突围，既要展现郭靖的憨厚纯良，又需传递其成长后的厚重感。此外，146分钟的片长，对叙事节奏与角色立体度提出更高要求。《藏海传》权谋江湖中的复杂人性探索，角色深度从复仇者到谋略家的蜕变。与郭靖的侠之大者不同，《藏海传》中的藏海是一个兼具权谋智慧与情感纠葛的复杂角色，具现有信息。藏海既有江湖豪情，又深藏内心柔情，需通过细腻的微表情与台词张力展现角色的多面性。肖战的古装造型被赞英气逼人且温文尔雅，其眼神戏与情感层次被认为是角色塑造的关键。题材与市场定位，该剧融合历史与权谋元素，剧情围绕藏海从复仇到守护的转变展开。此类题材近年热度攀升，如《庆余年》《琅琊榜》。若剧本扎实，有望吸引偏好智斗与情感纠葛的观众群体。肖战此前在《陈情令》中的古装形象已积累大量粉丝，此次转型权谋角色或将拓宽其受众边界。演技考验与机遇，藏海的复杂性要求演员在冷酷与柔情间无缝切换。肖战需突破侠义英雄的单一框架，通过权谋戏份展现角色的城府与脆弱。若成功，这将是他从流量派演员向主流派演员转型的重要里程碑。2025年演艺前景展望方面：1. 双赛道发力，拓宽戏路，电影与电视剧的双线布局，覆盖不同受众群体。射雕的票房表现可提升肖战在电影圈的认可度，而藏海传的剧集热度则巩固其电视剧市场地位。两者结合，形成商业大片加深度剧集的互补效应。2. 角色反差彰显演技潜力，郭靖的质朴与藏海的深审形成鲜明对比，展示肖战对不同类型角色的驾驭能力。若两部作品均获成功，其一人千面的标签将更加鲜明。3. 风险与机遇并存，两部作品的成败高度依赖剧本完成度与市场接受度。射雕需避免经典翻拍的情怀陷阱，而藏海传则需在权谋逻辑与情感共鸣间找到平衡。但肖战的高投入度，如为郭靖学习蒙古语，为藏海研读历史背景，与导演团队的专业性，如徐克对武侠美学的把控，降低了风险系数。2025年，肖战通过郭靖与藏海两大角色，既回归经典武侠的精神内核，又探索权谋史诗的复杂人性。若两部作品均能实现艺术与商业的双赢，他将进一步摆脱流量演员的桎梏，成为兼具票房号召力与演技认可的实力派代表。观众与市场的最终反馈，将决定这一年是否成为其职业生涯的高光转折点。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